伊朗的局势终于进入了决定性的一周，美国和以色列会出兵吗？中国和俄罗斯会不会伸出援手支援困境中的哈梅内伊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今天我们详细聊一下伊朗抗争最新的战况，以及四大国会不会伸出援手。从最近的视频呢，我感觉神权政权已经进入了倒计时，而且是越来越快。有两个因素，那就是武装力量开始消极怠工，甚至开始抗命。有证据证明啊，有一些穿便衣的武装分子啊，他们并不是说的当地的波斯语，也不是他们能听得懂的阿拉伯语。因为这些人啊，勇往直前，直接就开始向人群射击。这次可不是钢珠啊，直接打的是实弹，而且不停的在换弹夹，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杀人机器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能对自己同胞下手的人实际上是很少的。这就说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、警察部队、安全部队、情报部门，也包括巴斯基民兵，他们啊开始抗命了。既然说你们不听话，哈梅内伊和教士集团就要启动他们的所谓备用力量，而这个力量，我们用排除法来分析一下。首先，它不可能来自于中国，因为亚洲人啊，一看就是外国人啊，那你还不得挨揍？所以说，他人呢必须是一个种族，那一定是欧洲人啊。虽然说同样作为欧罗巴人，波斯它属于雅利安人，而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啊非常容易识别，那我们大概率判断它可能来自于俄罗斯。这些人啊是听不懂俄语的，而俄罗斯的雇佣兵，尤其是臭名昭著的瓦格纳，他对自己的逃兵都直接用大锤，你想想，对这些抗争的民众能手软吗？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视频中的打光了一个弹夹，接着再打，那简直就是无差别的杀戮。我相信啊，这些人迟早会受到清算。这儿也能够体现出波斯内部的武装力量开始抗命了。第二个呢，他就是对自己的民众和世界民众啊发出了威胁。第一个，哈梅内伊包括总检察长，包括这个司令都发出威胁说，现在的抗争人员，你就是不拥护真主，一旦逮捕的话，是不经审判可以直接判处死刑。对自己的民众直接发出了死亡威胁了，他根本就不用讲法治。与此同时，他对于世界民众啊也发出了威胁。如果说我们的政权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，我们可能要打500枚导弹，直接轰平以色列。他又把他惯常的那个威胁拿出来了，而且在官方的电视台还放了这段小视频，就是 AI 制作的骑射的视频，直接把以色列轰了。那以色列怕不怕呢？那肯定是不怕的。既然说你出现了威胁民众和世界，武装力量开始抗命啊，这些神棍就应该做最后的侦查。通常这就形成一个天赐良机。先说美国和以色列干不干吧，我赌80%啊，他应该是会出手的。首先，对于川普来说，在上一周抓了马杜罗，在外交上这是一个得分，他感觉这个比处理国内的事务啊顺手多了。那接下来，既然说伊朗民众已经受到开枪攻击了，你不是正好应了川普上一周他说的吗？因为他警告哈梅内伊，如果你对抗争的民众开枪，那我就要出兵干涉。这开枪都开了1星期了，这川普你就别慎着了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啊，
老川认为，现在如果说出兵攻击的话，技术上不难。你本身中东驻军啊，包括最近调过去的三角洲部队啊，负责斩首的，还有一些英国的空军基地，要是灭现有的伊朗这个防空系统啊，没什么难度。何况说2025年6月份的时候，12日战争，以色列单独出马就已经把这个防空系统打得七七八八了，剩下的没什么抵抗力量。所以说，这是一个技术上完全可控的战争。那第三件事啊，对于川普来说，他对于去年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没得到耿耿于怀。虽然说马查多最近讲了，我可以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我给你，但是啊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说了，这个不能转让啊，转账我们也不认，你私人转让这个不道德。所以说啊，川普的诺贝尔和平奖你只能靠自己争取，而不应该靠抢别人的。那另外一个想帮助伊朗民众的就是以色列，为什么呀？在历史上，波斯人和以色列曾经就是盟友。第二啊，我相信内塔尼亚胡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你看，过去的几十年，伊朗支持的中东抵抗之虎，深深的伤害了以色列。无论是前年的那个阿克萨洪水，哈马斯儿吧，还有那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啊，包括原来的阿萨德政权，背后的金主都是伊朗。如果把伊朗打掉，我相信20年和平还是能够换来的。当然了，美国和以色列出兵啊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。我们相信这个战场也是一边倒的，没有太大的悬念。这悬念就在于另外的大国，比方说中国和俄罗斯会不会帮助他们的小弟哈梅内伊？我判断啊，难。但是现在他们也确实做了一些小动作。第一个，首先俄罗斯又拉来了他一些干扰系统。你看最近这个星链70%不是无效了吗？那就是俄罗斯的设备起的效果。第二呢，刚才咱们提到的敢死队，就是所谓的对伊朗民众突的，那有可能就是大俄派来的。至于说现在的证据还没出现，咱们大胆的猜测，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瓦格纳雇佣军。那第三个，这次普京啊，他也运了一些防空系统过来。你说有效没效的话，至少是那个态度，但是他不再派自己真正的部队过来，也只能是这些声援。那我们再看中国，中国给了什么呢？中国给了镇压工具。伊朗民众通过地上的钢珠枪啊，包括一些催泪瓦斯，发现 Made in China， 那是中国提供了防爆的工具。第二，也有一些器械啊，明显是来自于中国的，也包括干扰这个星链系统。你看，华为在当地就负责 5G 网络的建设，还有大量的街头监控系统。伊朗人啊，现在也学聪明了，先开始上街头把那些摄像头啊给你砸烂啊，然后再开始这个抗议。这套系统啊，99%来自于中国。所以说，中国只是提供技术上的支持，它不会提供出兵，因为他也觉得呀，即使是说你神权政权倒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无非是说我的便宜油不能买了，那我就买正常的油，我也可以接受。但是我一旦出兵啊，那就麻烦了，因为首先啊，你出了兵以后，也未必能够挡得住这上千万人的上街游行啊。第二，美国、以色列，那你就彻底得罪了，你还想不想赚文明世界的钱呢？所以说我判断中国大概率啊，也只能是声援这点防爆设备了，好吧？关于这件事儿，您怎么看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。我另外一个频道大卫进行局今天讲到世界上最小的导弹，美国肖丁
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，请关注这2个频道。如果您觉得节目还行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留言，也欢迎您打开小铃铛。明天咱们第一时间再会。